杀人犯在偏僻山路上竟遭遇3个劫匪。老板，我兄弟们俩劫货王，快下！面对混混挥舞的斧头，周老三故意装出怯懦模样，緩緩伸手掏兜。就在混混们以為他要交錢妥協時，下一秒冰冷的槍口驟然抬起。2聲槍響過後，2名混混當場斃命，第3名混混嚇得魂飛魄散，轉身就往公路盡頭狂奔。可空曠的公路上直線奔跑的他不過是活靶子。最終3個妄圖坐收漁利的小混混都為自己的貪婪付出了性命。在周老三的世界裡，沒有妥協，只有擋路者死。他的冷血從來不是一時衝動，而是長期作惡，早已刻進骨子裡的麻木和殘忍。沒有片刻逗留，周老三火速逃離現場。而他的原型正是當年震驚全國的悍匪周克華。現實中的周克華流竄重慶、湖南、江蘇3地，專挑銀行門口伺機作案，共殺死11人，搶走巨額現金。他不僅精通野外生存技巧，反偵查能力更是遠超普通罪犯，甚至還會提前數月踩點摸清路線和監控死角，這也是他能多次僥倖躲過警方圍捕的關鍵。而電影《天注定》裡的周老三將這份縝密與冷血還原到了極致。自從發現搶劫比打工來錢更快更輕鬆後，他便拋棄底線，墜入犯罪深淵。標誌性的一槍爆頭手法冷血又高效，只要被他盯上，幾乎無人能僥倖脫身。最讓人匪夷所思的是，在連續作案雙手沾滿無辜者鮮血之後，周老三心裡最惦記的竟然是回家給母親慶祝70大壽。為了避開沿途警方的盤查，他毫不猶豫地丟棄了作案用的摩托車，換乘小船，沿着隱蔽的水路悄悄前行。師傅，來，這個火沒有。周老三一路上沉默不語，不與任何人有多餘交流，生怕暴露自己的行蹤。靠岸之後，一名摩的司機主動上前拉客，周老三上下打量了對方許久，確認沒有異常後才上車。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警惕地掃視着四周，絲毫不敢鬆懈。可就在離家僅剩不到6公里時，他卻決定步行回家。這一步看似多餘，實則是職業罪犯多年養成的縝密思維，更是他反偵查意識刻進骨髓的最好證明。因為步行既能觀察身後是否有跟蹤，又能在靠近家門時隱匿行蹤，最大限度保護家人不被自己的罪孽牽連。即便他雙手沾血，冷酷無情，可心底也藏着一絲扭曲的底線，那就是不希望自己的惡行波及到最親近的人。回來了，老婆，剛剛到。從他踏入家門的那一刻，母親的壽宴早已人聲鼎沸，賓客滿堂。可他的到來卻與這份熱鬧格格不入。他面色冷漠，沉默寡言，既沒有主動和親友寒暄問好，也沒有和大哥二哥有半句多餘的交談，只是徑直走向了妻兒。面對許久未見的兒子，他笨拙地想捏孩子的臉，卻被本能躲開，而孩童的抗拒撕破了他父慈子孝的假象。可周老三沒有用溫情去彌補這份疏離，反而一把揪住兒子的後脖頸，強迫他給奶奶磕頭拜壽。但面對這個久別重逢的兒子，老母親的態度卻猶如陌生人般冷淡，毫無久別重逢的喜悅。而當壽宴散場後，妻子憋在心中的疑惑再也忍不住了。她不明白為什麼周老三每次往家裡寄錢的地址都不一樣，每一個問題都像一把尖刀，戳中了周老三不願面對的真相。問下主嘞，山西幾嘞？我不要你的錢。其實妻子也並非貪慕富貴，她只是怕這些錢來路不正，怕牽連到年幼的兒子。她想要的不過是一份平淡安穩的日子。可周老三心裡比誰都清楚，一旦踏上這條犯罪的道路，就再也回不了頭。然而就在接下來周老三與大哥二哥見面的空隙，妻子卻悄悄拿起了他的背包。翻找之間，那冰冷的手槍和裝滿子彈的彈匣讓她瞬間僵在原地，渾身發冷。她終於徹底看清自己的丈夫不是在外辛苦奔波養家糊口的普通人，而是雙手沾滿鮮血，令人聞風喪膽的悍匪。與此同時，另一邊的兄弟3人沒有半分久別重逢的溫情，只有冰冷的賬目核算。大哥拿着賬本，一字一句地念着壽宴的收支。媽這回給我70大壽，我們總共收禮金收了10270塊錢，辦了事，買肉、買菜、買酒、買煙，總共花了6477塊。三角攤還請了個禮，花了800塊錢，再加上些零零星星七七八八，總共花了7485塊19二，總共花了多少錢？那就還剩到2780塊。大哥將賬單精確到了極致，而且還將剩下的錢分成了4份，他們3兄弟加上老母親平分，甚至就連辦酒席剩下的9根煙也要3兄弟分配均勻。這份過分細緻甚至苛刻的算計，恰恰暴露了這個家庭深入骨髓的涼薄與冷漠。親情被換算成冰冷的數字，血緣關係被簡化成按份分配的利益。大哥做事情從來都是一碗水端平。從這裡可以看出，原生家庭的這種冷漠與利益至上，正是周老三性格扭曲，一步步走向極端的重要推手。而這也貼合了當年的時代背景，彼時城鄉流動人口急劇增加，不少農村家庭陷入了重利益輕親情的誤區，親情被物質裹挾，這份涼薄也在潛移默化中滋養了周老三的冷血與自私，讓他逐漸丟掉了為人的底線。這個都是當年初一才辦成的。
我這是在拜鬼。平日里从不抽烟的周老三不仅点燃了屬於自己的3根煙，還高高舉起，朝着東南西北4個方向逐一彎腰鞠躬。這個莊重又詭異的舉動和剛才世俗冰冷的分葬場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沒人知道，這3根煙既不是祭拜祖先，也不是敬奉神明，而是獻給被他殺死的那3個混混。你們要怪都怪老天爺，有啥子想不通。他並非真心懺悔自己的惡行，只是希望這些亡魂不要打擾自己的家人，而他把所有的罪孽都推給老天爺，卻從未真正反思過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究竟有多不可饒恕。除夕夜，煙花在村子的上空肆意綻放，到處都彌漫着團圓的喜慶氣息。麻將館裡擠滿了從外地打工歸來的年輕人，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熟悉的方式享受着普通人的煙火氣與年味兒。而周老三的兒子卻孤零零地站在門外，望着漫天絢爛的煙花，眼裡滿是向往與羡慕。周老三走過去想拉兒子回家，這才猛然想起自己連一份簡單的新年禮物都沒給孩子準備。他一門心思只想着搶錢，只想着如何躲避警方的追捕，早已忘了如何做一個合格的父親，也忘了如何去感受平凡生活裡的溫暖與美好。老闆，給你放個炮。好了。同樣是放炮，老三的炮卻如此特別，而和妻子一夜纏綿過後，他對這樣的生活卻感到厭煩，甚至有種度日如年的感覺。不過他早已開始籌劃下一場作案，可他在票販子那裡買了3張不同方向的車票，卻沒確定好最終的目的地。妻子對此滿是無奈與絕望，本想懇求他出門帶手機，方便視頻報平安，可周老三卻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可惜，太危險了。表面上看他隱藏了自己的行蹤，可在我看來，他選擇的不是絕對安全，而是徹底的自我封閉。他斬斷了與世界的情感紐帶，也斬斷了自己最後的回頭路。從此，他的世界裡只剩下無盡的孤獨與洗不掉的罪孽。而農曆新年的喜慶氛圍還未完全消散，周老三的作案工作日已悄然開啟。他背着一個不起眼的雙肩包，走進一家建材店，假裝認真挑選貨物，目光卻在悄悄觀察店內環境，評估作案路線。大姐，車主在哪裡？哪邊呢？你幫我看一下包包，我回來再看。要得，你去嘛。幾句簡單的詢問之後，他順手拿走了店內的藍色工裝，還悄無聲息地偷走了電焊工放在一旁的工具車。普通工人的裝束成了他最完美的偽裝，也盡顯他防不勝防的反偵查能力。他推着工具車不動聲色地來到銀行門口，耐心蹲守，等待着下一個目標出現。很快，一對提着鼓鼓囊囊現金袋的中年夫婦走進了他的視線，成為了他的獵物。而周老三則迅速戴上墨鏡，拉上口罩，不動聲色地跟在2人身後，精準把控着距離，不給對方任何反應的機會。隨後2聲槍響，搶劫行動全程不到10秒，乾淨利落。緊接着提着錢袋快速下樓，將錢袋塞進提前準備好的黑塑料袋，再隨手扔掉工裝，騎上摩托車飛速逃離現場。從普通工人到冷血死神，再到無名路人，身份的切換流暢的令人膽寒。在我看來，這不是簡單的搶劫，而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暴力行動。他偷走的不僅是巨額現金，更是鬧市中普通人最基本的安全感。這種對生命和秩序的漠視才是最可怕的。在逃亡的路上，他遇到了一輛慢悠悠行駛的運牛車，車上的牛即將被運往屠宰場，而他帽子上的公牛圖案與這一幕完美呼應，宛如一個殘酷的預言。他就像這些待宰的牛，無論再怎麼掙扎躲避，也逃不過覆滅宿命。而當他登上大巴後，車載電視裡正播放着一部老式港片。影片中那些曾經歃血為盟、生死與共的兄弟，最終在利益與道義的糾葛中走向了慘敗的結局。這一幕也預示了周老三的最終命運，終究逃不過因果循環。他能躲過警方的層層圍捕，能騙過路上行人的眼睛，能策劃一場又一場精密的搶劫，卻躲不開自己內心日益擴大的空洞，也躲不開那份如同引力一般將他死死拖向深淵的罪孽。在我看來，周老三的結局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再縝密的反偵查手段，再冷血的作案手法，終究逃不過法律的制裁，也終究要為自己的惡行付出代價。其現實中的原型悍匪周克華，最終也在重慶被警方擊斃。而他用鮮血鋪就的逃亡路，從來不是命運的不公，而是他自己的選擇。從第一次扣下扳機的那一刻起，他便背離了做人的底線，一步一步走向深淵，而覆滅便是他作惡多端後最必然的結局。